我们讲白了啦，你有看过美国总统空军一号不敢起飞的吗？就说什么伊朗有恐怖分子在旁边会把我射下来，拿尖射飞弹，你就怕成这样，结果不敢起飞。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美国总统坐空军一号不敢起飞的，结果还坐餐车溜走，对，溜走，然后所有的高官还坐在上面，对，当诱饵机哦。对啊，我坦白讲，我读了这么多美国政治，我从来没看过这个画面。好，接着我们来关心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哦，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大动作。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登了北方四岛。好，北方四岛一直都是日俄一个争议的领土，但他在13号的时候首度踏上了这个地方。好，他去北方四岛的泽捉岛。好，泽捉岛是日本的这个翻译过来的名字啦。哈，那这也是他从2000年掌权以来第一次的造访北方四岛。好，普京说什么呢？他说四岛在二战结果之后啊，因二战结果成为了俄罗斯的领土，所以他认定北方四岛是俄罗斯的领土。那当然这就引发了日本的不满嘛。你看到高市早苗是跳出来强烈的抗议，他说绝不允许。他说北方领土在历史上与国际法上为日本固有领土。那俄罗斯现职总统这回访问泽捉岛哦，他说跟日本在北方领土的立场相左。所以这个举动绝对不允许。好，那我们也看到，因为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哦，来到了北方四岛的泽捉岛，因此现在日方做了一个外交动作，就是他们的茂木敏充外务大臣召见了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对普京视察这个泽捉岛表达强烈的抗议。好，那普京为何要到北方四岛呢？好，我们看到有一些日媒的分析认为，俄方已经抛却了对日本的顾虑。好，因为日本共同社就说啊，普京过去对于封死日俄迈向包含是北方领土的问题在内的和平条约、缔结谈判之路，其实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跟余地。但这一次好像已经抛除了对日本的顾虑，他的一心就在向国内外凸显围绕领土不会妥协，那也不会同意日本归还领土要求的姿态。也就是说，现在普京对于日本展现的态度是更加强硬了。好，为什么呢？最近也看到他其实不是常常有这个舰在日本附近绕嘛，那是不是也有一些讯号存在呢？那我们也在看到印太司令部跟回旧名，现在美国的国防部的政策次长柯伯吉他就讲到，第一岛链太平洋才是重点。好，他的原文是说啊，美军符合国家安全战略跟国防防卫战略。好，他说啊的重点就放在第一岛链上，所以太平洋元素才是关键。但是我们看到哇，美军在太平洋的基地真的是就落惨呢包含有霉菌啊，还有漏水这是美国的战争部报告就揭露说，日本寇特尼营还有横田空军基地有11座的基地发生什么事现场是充满着腐蚀，又有壁癌霉菌啊，又有建物裂痕，甚至有混凝土剥落，还有钢筋外露等安全隐溜，甚至连关键的通讯连线都没有办法运作所以你看到释出了一些影像真的就落惨呢还有加手纳基地作为太平洋地区重要的空中力量枢纽，储存价值大约是270亿新台币弹药，结果他们的飞机机库的墙面出现一个破洞所以里头存放的物品是直接暴露于室外。那这当然都会觉得美军基地搞什么啊你们过去说你们是这个世界的霸权，就哩哩啦啦那华盛顿号现在也要赶到中东来接替林肯号。我们昨天也讲到，林肯号很多的水手还有一些官兵好像快被逼疯了有些人有一些轻生的念头。那现在《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华盛顿号将要接替林肯号跟布希号，接下来会共同部署在中东的2艘美军航母。那这项调度会使太平洋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之内是没有美国航母的部署。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华盛顿号它常驻在日本的横须贺，
那如果目前离开到了西太平洋嘛，那也通过了马六甲海峡，驶往了印度洋，所以现在看起来在太平洋、西太平洋这边是有一点真空的姿态。好，那川普政府打击伊朗，让美国变穷光蛋，说会波及到美国的印太战略吗？因为主要是美国的弹药库目前处于一个严重短缺的状态。好，那中东这场战事也让他不得不从印太地区的武库器中调拨武器跟兵力。但这种做法势必会让美军跟印太的地区在力量上面是逐渐被削弱的。好，那川普现在有一个反向的惊人操作，也就是他说可以海外造舰，但是要福特级航母不要再用电磁弹射了。他说已经签署了一个国家安全备忘录，允许海军可以在海外建造船只，可能希望加快速度嘛。同时又指示说这第5座海军造船厂来提升这个潜舰跟航母的维修速度。那华尔街的独家报道就说，川普还指示海军拆除航空母舰上面的电磁弹射系统，改回蒸汽弹射系。好，但是海军官员其实非常反对这个做法，因为这个改造会耗资数十亿美元。所以很多的官兵专业的人都跨博川普的冲傻啦。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普京他登上了北方四岛的泽卓岛。好，那这是他2000年掌权以来第一次。好，代表什么讯号？我们先问亮哥。这个给人家感觉就是他在凸显2战的架构了。就是2战的战后局势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我的领土。我觉得还可能会有进一步发展因为这个北方四岛就曾经传过了，说中国大陆如果俄罗斯找他去做土地开发，那中国会协助。那俄罗斯会不会干这件事？所以你觉得会接下来往这个方面走？不然他去这里干嘛？那日本不疯了吗？你的领土被人家开发，疯掉了。那未来当然你的渔民靠近，他也会驱逐了我觉得这个恐怕都是进一步的发展其实中国大陆也一样中国大陆最近不是那个红河舰嘛，在台湾东部的海域邀请印尼的军舰进来做联合军演。这是第一次印尼的军舰进入台湾东部海域，印尼距离台湾很远他要跨过整个菲律宾那你觉得他做这个动作什么意思？不就刚好柯博奇去访问越南、菲律宾，然后还去印尼表示印尼根本不理你印尼参加这个中国大陆军舰在我们东部海域这边联合军演，请问他有事先问台湾吗？我认为一定没有了，所以我们外交部在抗议那表示什么？表示印尼认为东部海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领海啦，或者是经济海域啦。未来会不会有第2个东南亚的国家？或许会有。如果印尼这么远都来，你认为泰国不会来？泰国事实上更近那我认为这个就发生在什么时候？就发生在美国 AIT 抛出他们海岸的巡防舰，跟我们台北舰那个海警船同框那个照片同框照片，古立言才贴完，他就给你搞东部海域的军演。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对美国直接打脸打脸。对啊。对他不用讲的嘛，他用动作表现。请问柯博奇有做什么？就用说的你有做什么动作吗？他就讲嘛。你有谴责印尼吗？所以我觉得柯博奇跟那个我们汉光演习一样啦，就摆姿态啦，就这样。好，谢大使怎么看呢？对，这次普丁在登上这个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人宣称的什么北方四岛他不但登上去了，而且他也参观军事设施
而且还发表重要讲话。重要讲话就是说，南千岛群岛是二次大战以后胜利国家对战败国家的一个法律上的安排。所以俄罗斯拥有南千岛群岛的主权是不可争议的，而且日本还在那边做无理的这个索求，讲得非常清楚。另外，他对日本在过去一段时间，在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居然跟着西方国家一起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对乌克兰实行某种成立的援助，也表达强烈的不满。所以基本上这一次他是姿态非常强，超过普丁跟俄罗斯这个领导人过去这么多年来对于这个南千岛群岛的立场，站在南千岛群岛上面对着日本人讲，这个主权你不要跟我啰嗦了，这是老早就确定不可争辩的事实。所以这次对日本来讲也是也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对，可是从普丁讲的就是说，俄乌战争以来，日本都选在西方这边，不但参与了各种对俄罗斯的军事经济制裁，而且对这个乌克兰还实行了很多援助。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普丁跟日本算账，不只算的这个高市早苗的这一次的所谓的军国主义复苏这一回事，还有就是俄乌战争以来，日本对俄罗斯一系列不友好措施。其实过去日本在安倍晋三的时候，他刻意去拉拢普丁，对普丁下了非常多的功夫，跑到莫斯科好多次，然后呢用软磨的功夫。所以日本那个时候媒体还一度报道说，俄罗斯好像有意识要还2个岛给日本。我有听过这个。对，有意识要还。现在这次普丁，他是17年来第一次来到这个东方，然后呢应该是第一次踏上南千岛群岛的土地。所以这个宣示性质非常强。我觉得日本现在真的也是得罪了俄罗斯，得罪得很深了。那可能这个关系会不好搞了。对，你看他去年才得罪了中国嘛，现在又跟俄罗斯之间又有一些状况，哇，这2大国再多不愁，不好搞呢。将军怎么搞？俄罗斯的做法就是我是战胜国，我宣誓我在我战胜国的领土，这个行为就是配合中国一直在抑制日本恢复军国主义的做法，这个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宣示。第二个，我们看行动。俄罗斯的舰队跟中国的舰队就在日本周边的这样巡弋，那还有一个味道就是他要跟中国联手来抑制你日本，因为在联合国宪章里面你是战败国，你如果违反规定的话，你恢复军国主义的话，战胜国可以不要向联合国报备就可以出兵，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耳光。第二个，相对的看，你看美国的退市我读初中的时候在南势角那边玩，就是山上建中分校，我在山上可以看到日本仓库里面剩下的那个弹药箱，弹药拿走了，里面你知道一个木箱子里面还有一层橡皮毯子，你知道吧？你到澎湖去看，澎湖有一个日本时代的军火库，它为了防止雷击，整个库里面是一层铜壳子包的，像个小巨蛋一样。所以弹药的储存要注意湿度、温度、盐度，因为弹药我们在金门翻修储存状况不好的弹药库时候，那弹药就受潮而且失效。所以你今天看了这么多美国在太平洋基地到这种程度，这个破败的现象是真的超过我的想象。照理讲，一个弹药库要有专人管理，有空调，有温控，有湿度的控制，就代表你还在强调第一岛链你有多大的实力，那只是说晚上吹口哨的行为，实际的东西都扑出来了，壮胆而已。第二个，汉光演习里面还搞了一个花东向外突围，跟美国的船团能够结合。我请问，美国船团敢到这边来接你吗？那
以中华民国的海军能够维护我们的商船、邮轮、天然气船能够接驳到花莲跟苏澳港吗？我们不是真的演习了，不是，是假定他进来了。但你假定，我跟你讲，现在是在太平洋里面美军进不来了嘛，所以你这个假定这不是骗老百姓吗？所以这个演习还是在30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写的东西，没有进化哈。没有，因为我们30年前是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美军是在太平洋里面呢，我们只要突破一个短距离就可以进入美军的这个航母的这个防空网啊，那可以紧急的物资可以进出出。现在根本不可能，你还在演这个科目，我就代表说你还在玩以前那一套东西嘛。是，所以当然就会让大家觉得这个演习的目的好像又跟这个原本想要做的事情不一样，一点创意都没有，也不反映现在严苛的考验。是，还有现在的地缘政治麻波港快的哈。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美国的战略，应该是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最新讲说，美国的兵力充足，可以无限期的封锁伊朗啊，又在喊呐哈。好，他还讲说啊，美伊战争重创了美军的死神机队。那现在华盛顿邮报说啊，其实已经至少有45架的 MQ-9死神无人机哦，大约占1/4的机队哦，已经都是没有的哈。那当然，现在这个损失就让纳税人付出了超过13亿美元。那美军的 F-15E 战机竟然是这样被击落的，怎么被击落呢？说美媒检视了 F-15E 战机被击落的事件，发现这空战凸显的是现代防空作战的新趋势，也就是即使你有传统大型的防空雷达遭到压制，只要透过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建立分散式的监视网，再搭配着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就能对高价值的战机形成一个致命的威胁。所以也就代表伊朗的无人机群也竞价厉害啦哈。好，川普躲餐车金蝉脱壳，现在伊朗也疯传有个迷因很酸说到底是勇敢英雄还是懦夫。好，伊朗的官媒更把整起的撤离行动形容是一个懦弱的逃亡在看笑话就对了。那地缘政治是不是出现新筹码？英国媒体《金融时报》说，最常见的抗生素到大量的仿制药，西方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他说，现在这种依赖就像稀土问题造成的威胁一样，所以美国还有很多个这个被掐在中国的脖子好，那海面下6公里，美日现在评估要开采全球最深海底的稀土矿，南鸟岛就成为挑战中国的希望。好，彭博有相关的报道，他们都希望能够降低对中国稀土上面的依赖。所以呢，川普跟高市早苗3月在白宫会谈之后，美日签署了深海采矿的合作备忘录。那现在伊朗的稀土也发现有一些潜力在大陆的科学家前进来探勘，也暴露了敏感合作的重点，说他们选定了有5大的合作领域。那也先看到，就是美国的太空军司令他确实也说中国的太空战力是非常强烈的在追赶，已经变成了一个最大的挑战。那他说，仔细研究美国，中国一直在仔细研究美国，如今中国的太空能力的发展速度，已成为美国太空司令部面临的最大挑战。那如果是这样，中国大陆现在在太空上面就有很多的发展嘛。确实，我们看到这一位73岁的中国大陆阿嬷，来历不简单，她要上太空了。好，那她是在跟22号太空游客来进行签约。那这一位是73岁的黄小池，那他是首批商业的太空游客。然后他就讲说，航太以前是国家的事，但是现在商业的载人航太慢慢的走向了普通人。他说这是时代给他的机会，他赶上了，为什么不去？那可见他可能钱也蛮多的啦哈。那中国大陆的天文台疑似设了卫星追踪设施，纽约的情报局说恐怕是一个军事的情报搜集。好，那纽方研判说，这家当地的企业可能不知道相关的设施能够搜集具有军事价值的情报。好，那当然现在整个局势都跟过去不一样了，尤其美伊还在打，赫格塞斯还在画虎烂。好，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
不，他就学川普嘛，学得蛮像的啊。就是他的爱将啊。川普也讲了一句话，说赫姆在下我们完全控制，水下的水雷都已经拆除了。川普讲的啊，那这样船为什么不敢出来啊？对不对？我觉得美国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2个主要的3军统帅啊，都是军盲啊。对，你说川普跟赫格塞斯，当然是啊，完全没有尝试。所以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啊，就是军事坦白讲是个专业啊，它比政治还专业啊。我认为军事跟经济啊都是不能唬烂的东西啊。是，就这2个人整天讲那个风凉话哦。我们讲白了啦，你有看过美国总统空军一号不敢起飞的吗？就说什么伊朗有恐怖分子在旁边会把我射下来，拿肩射飞弹，你就怕成这样，结果不敢起飞。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美国总统坐空军1号不敢起飞的，结果还坐餐车溜走，对，溜走，然后所有的高官还坐在上面，对，当诱饵机哦。对啊，我坦白讲，我读了这么多美国政治，我从来没看过这个画面。那你川普大楼是不要住啊？搞不好你纽约川普大楼也很危险啊。佛罗里达海湖山庄是不要住啊？恐怖分子，我觉得看到这个我真的是不可思议耶！总统要去的地方，那个周边特勤部队没有把相关的干扰因素排除，让川普坐餐车逃亡。所以难怪会被伊朗官媒笑嘛。这个太离谱了嘛！而且你怎么对得起在飞机上那些高官、对啊、机组人员？是啊，你走了，我那天万一就讲被打了呢？如果是我在飞机上，我也生气呢哦。我们曾经就跟蔡总统出访过，如果这样搞，哇！保了一些人一定是事后才会知道嘛。那他们会对川普怎么评价？对啊，真的太离谱了啦！然后中美关系啊，给人家感觉就是美国越来越觉得，哎呦，我依赖中国的东西好像好多哦，稀土啦、抗生素啦、原料药啦，然后又觉得我要自己做，然后从零开始，怎么可能？美国依赖中国的抗生素是80%对，你要怎么弄啊？以前你在干什么？然后另外就觉得，有很多领域它越追越近，太空又来了，不是吗？那上个礼拜在讲那个星链，就那个低空卫星，就你越来越觉得惶惶不安啊，重要的领域被越追越近本来是 AI， 然后现在又加上什么星链，然后现在又加上太空，然后又发现重要的基础的东西对中国依赖的项目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就是霸权衰微，你就逐渐一天一天都看到新的乱象，就这样。将军怎么看？最妙的是，你不懂军事还要下命令，说把福特号的电子弹射撤掉，换以前的这个蒸汽弹射。各位啊，你要换的时候，航空母舰要开肠破肚啊。你把大翻修，你把那不止，因为船里面的每一个间隔都是设定好的。你当初设定是电动弹射，它有给你留一定的空间。你要恢复到蒸汽弹射，里面有很多大的锅炉啊，烧够足够的蒸汽才能把它弹出去啊。那你不只是甲板被切开，里面的结构要做大调整，花钱小事啊。这个船会这样报废的。你已经设计好里面的空间规格是怎么样？是不是打破重练了？那你牵动的不是光那个机器的问题啊。所以你说这个总统下这个命令，海军快疯了，要造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大战舰，川普舰，就跟那个当初米苏里号啊、大和号、武藏号一样。你这种命令可以下得去啊？那海军怎么能够那个呢？对不对？遵从呢？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孙子兵法》就讲，不可以迷军，
不能乱军，什么意思啊？把这个军队搞垮，是你自己搞垮的，对不对？你把林肯号搞到那里，官兵快要士兵打成一团，传闻的时候还死了7个人，死7个人哪里是14个人对干啊？多少人参加不知道啊，对不对？我美军的地方，我参观了10几个学校跟基地啊，没有看过说这种现象可以出来啊。他们的阶级观念非常清楚的，军官、士官、士兵3个层次划分得很清楚。士官俱乐部军官都不能进去的。我到他们的部队里面，长官讲话回答只有一句话 ：Yes sir, aye sir, no other word， 没有别的话。所以今天搞得官兵跟他叛变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东西啊，是你自己糟蹋的。你说当初美国还很骄傲，太空是独一无二，现在中国大陆也开放商用的。那这个老太太，我说她身体一定很好，那体检一定没有问题。对啊，身体好也有钱，而且钞票要够。对，所以现在大家就会看哦，整个美中的发展哦，现在的态势已经真的在扭转了。还有一个消息啊，是海底6000公尺下面去挖稀土矿，你练得出来吗？那时候望梅止渴啊，讲这个消息就是什么啊？我有，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对，但他要展现他有有这个动作，那个振奋日本民众用。对。介大使怎么看？其实美国现在整个各界都在检讨一个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科技制裁、贸易制裁，还有各方面的制裁啊。那整体来讲就是去中化，到底谁是获利者？对，美国得到好处了吗？中国大陆会因为去中化变得更虚弱吗？那现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普遍性的检讨的声音？就是因为这个美国现在很多有志之士发觉，去中化付出的代价是美国在承受，美国付出了代价。那中国大陆呢，不但没有因为去中化而变得越来越弱，反而在去中化的过程中呢，越来越强。所以这个就变成他们现在都在检讨这件事情。比如说最近的 Kimi K3 出来的时候，美国又相关厂商又说我们要把中国的大模型给禁止，很多专家都说不能再这样做了。举出一大堆例子，都是去中化的失败。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说中国大陆为什么越打越强？其实从一个角度来看，就变现在的市场是全球化的市场。美国不让中国的货品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以后，或者用高关税阻挡中国大陆进入市场，中国大陆对美的整个贸易总额并没有大幅的下降，所以有些是刚需哈，当然下降了一部分啊，比如说2-3成，可是并没有完全下降。可是呢，中国的整体对外贸易额呢，外销总额呢，还是继续快速往上升。也就是说，美国市美国市场那个份额反而让中国大陆产品在其他的市场获得更高的增长。所以我就说，很多人就说，你越打压它越强，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大陆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科技封锁还有产品封锁里面它快速发掘它自己产业链里面的短板，然后把短板都不断的在补强，不断的在跟上，不断的修正。比如就以芯片来讲。现在中国大陆在这个华为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它的那些终端装置里面已经发觉中国大陆自制的芯片已经到达7奈米到5奈米之间了。这个是过去这些中国大陆本身做不出来的。可是现在中国大陆不管中芯、电子电、中芯或者几家这个做这个芯片的公司，现在已经做出来了。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前几天我们看到立法院长韩国瑜的惊天一怒之后啊，那速度看起来真的有变快。那今天是礼拜五，那我们也看到立法院正在表决相关的总预算案。好，但是呢，温瓦总统啊，还是持续的把这个对抗的僵局给升高。好，最新他说什么？他说啊，身为总统最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县市长，不是一个单纯站在对抗立场的县市长。好，那温内蒋万安被问到这个问题之后啊，他就讲说啊，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合作的总统，不是一个每天对抗的总统。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然就变成赖清德跟蒋万安隔空的互杠。好，那我们也看到国民党最新在删减这个冻结各部会有关于无人机相关预算的部分退让了，无人机的预算全部放行，也就是442亿的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则全部从全删改为冻结。不过国民党团的大转弯相关的提案全数撤案，那说这634亿元全数通过，据了解是台中市长卢秀燕出手，那在昨天亲自打电话给傅崐萁而促成的。好，说全给过无人机634亿都不动了。傅崐萁说啊，希望赖清德珍惜韩国瑜的善意。好，那当然今天在立法院的时候，他们在议场2楼那当然这个会议开的时候啊，傅崐萁一进去就大声喊了总统好，韩总统好。好，那据了解说傅崐萁一进到议场后方的小房间，看到韩国瑜只喊韩总统好，韩国瑜则笑回说你才是联合国的秘书长。那傅崐萁也再说自己是尽忠报韩。好，那当然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 AI 生成的示意图这个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好，那我们看到了无人机，刚刚已经讲说它的预算全部放行了嘛，但是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还是认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变得高，其实不代表战力就高。那无人机采购应该回归到年度预算，改采小批量、多批次的方式。他希望让部队有实际的使用之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会反而绑死了国防的产业发展。好，那当然马文君听起来他的利益都是非常良善的但我们也知道相关的无人机产业后头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状况呢？可能要再观察但目前汉光42号演习还在进行已经到了末段了。那看到雪隧风阻发生了小意外。好，这是相关的画面，带大家看一下因为头戴红色盔布担任进攻假想敌军的陆军无人机原本应该攻击的是轻型战术轮车的车顶结果没有命中标靶，击中了一名官兵的腹部所以呢，原本是应该击中这颗球但是没有击中，就击中了后面的人。好，那当然这是一个小意外。好，那日月潭天则是也有相关的嘲讽他们怎么讲的？我们来大家看一下。他们要模拟，看到没有？攻击土龟那边。攻击完了。看到两台小小的，然后就在土堆上飞，就叫攻击完了。对，跟个苍蝇一样，有没有？对啊。这汉光演习至少弄个真的来吧。这个被日月潭天来做相关的影片那当然现在说这个好像是攻击像苍蝇一样说我们很辣擦就对了。好，那美元军团现在突破了封锁运补吗？说这一次的42号汉光演习演练的联合反封锁护航以及战略物资接转的科目，首先是由海军海巡联合护卫队给船团来进港接续由地面部队出击执行要港防卫，要确保控制方能够接收战略物资。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海军海巡为象征商船的玉山舰在执行一个外层的接护。那有人就讨论说，该不会温内罗总统还在期待美日会来救援我们吧？好，那讲到日本，我们也看到了驻日代表李义阳最近火气很大直攻长崎市长。他现在又讲说长崎市长说长崎市并未将台湾列入邀请对象，是台湾主动表达参加意愿之后，长崎市才同意出席。他就很生气说，台湾主动争取不代表就应该接受不平等的安排。好，但是大家就说因为过去我们曾经被日本殖民过那有些人对过去殖民是有一些伤痛的。那相对于韩国也曾经被日本殖民过，他们对日本的状态就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象，像是这一位因韩剧《外商重症中心》跟《铁拳教育》窜红的这位南韩女星，她叫贺莹。她之前宣传新剧的时候，讲到了4代从医的家族史，就被挖出她的曾祖父曾经是亲日团体的高层，就被韩国的网友炎上。那沉默几天呢，贺莹发出了手写信来致歉，但是风波仍未平息，广告也陆续下架，正在拍摄中的后续作品也可能受到影响。好，所以大家就把台湾跟韩国再来做对比哦，就相当于说都是被日本殖民过哦，但是台湾都跟韩国对于日本的情怀不赶快呐哈。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先走一些国内议题，因为呢包含了是赖清德跟蒋万安的互杠，甚至在今天这个韩国瑜跟傅昆萁之间的话语，好，那当然都是目前大家讨论的事情。好，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我那个预算，因为今天就直接开始表决嘛。那据我了解是。本来委员会保留案大概有500个，现在删到大概不到100个，不到100个案子搞不好今天就表决完了，就不用挑灯夜战，那礼拜一就不用开了。对呀。那这个当然是韩国瑜还有卢秀燕，就韩国瑜做了一个表态嘛。那我觉得傅昆萁是这样啊，傅昆萁今天有开一个记者会啊，他说希望民进党能够看到韩国瑜的善意，珍惜韩国瑜的善意，然后不要再搞3不啊，不公告、不附属、不执行。如果这个总预算过了，然后民进党3不还是依旧，那我跟你讲是受重伤哦。我认为韩院长会受伤哦。当然，哇，就是人家就认为说，你应该要有筹码在手，然后跟执政党来谈判嘛。那坦白说了，国民党党团也没有做到啊，那韩院长也没有做到啊。那你现在就决定我先让一步，释出善意啊。那如果民进党没有回应呢？或是软土生绝呢？这可能性很高啊。对啊。其实卢秀燕对无人机希望能够过，我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啦。因为我们台湾无人机3大生产基地啊，就是嘉义、中台湾跟新北了啊，所以卢秀燕背后一定有很多压力了。这个只是第一批啊，这个是公务预算呢，这还不是特别条例，对，这是年度预算啊。特别条例8月28号还要表决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一次这个韩国瑜跟傅昆萁这表面上的冲突啊，其实我觉得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当行政院不惜违宪，那你要如何处理？是这种问题嘛？啊，那国民党当然会有不同意见啊，有人就会认为说，他都违宪了，我们怕什么？啊，那韩国瑜当然会听到更多不一样的声音啊。民进党就站在一个优势啦，因为总预算跟所有的人都有关，可是国民党通过了法案啊，只跟部分人有关，所以我跟你讲啊，现在县市长的候选人每一个都来拜托韩国瑜说，总预算赶快过啦，不然我们年底怎么选呢？因为县市长也有预算啊，是啊，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国民党真的要好好去思考啦。说当你的对手，他明明就执政党，他不在乎违宪违法，来做政党斗争，你要怎么因应呢？那目前韩国瑜的因应方式是，我们就让，你等于是把你的筹码都让掉啊，不是吗？那如果民进党不退呢？不还继续进逼呢？你认为大家会怎么想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就有一点，因为他们不是还要提追加预算吗？本来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啦。是，我现在只是说，如果民进党没有善意的回应，那表示你这个策略是没有用的。那到时候要不要再改选议者啊？这个恐怕国民党要好好想一想了。好，国民党现在自己也没有节奏了哈。那当然，我觉得民进党
也是不会给善意的啦哈，因为毕竟总统都已经到这样程度了哈。将军怎么看？前天我才参加立法院的公听会，针对这个无人机跟这个机器狗的东西。当然了，无人机在俄乌战场跟美国、以色列的伊朗的战场表现得很优异，大家都认为这个无人机的时代到了。可是你不应该利用这种热潮来糊弄编一个这么大的案子。我是军人，我对无人机当然有看法。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无人机？2种，一种是近程的，我在地面上作战，敌人登陆了，那个还有海上拦截它的这个船团的，那这种无人机设计在200公里以内的掌控能力，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说，对我们台湾影响最大的是敌人的远火，远火在哪里？在江西的南部、安徽、浙江南部跟福建。如果我们的无人机能够设计到1500公里、2000公里，就可以歼灭它的源头上打击，那台湾就减少伤害嘛。你只有挨打的时候，你还可以消灭源头，那就减少伤害。好，这2种无人机需要的东西，国防部没有讲话。第一个，做一个飞机的模型外壳很容易，小的马达也很容易，关键在哪里？你拿什么东西掌控？你怎么导引？就像刚刚那个花莲出那个笑话，打车子没车打到，把人打到了。这就是我们买简单的无人机里面还有个萤幕可以看到，就是传感系统里面把敌人的状况传回来，然后你来操纵它去打坦克车、大船。这个没有。第二个，你要飞得长程一点的，那你就要有 IDAR 系统。什么叫 IDAR 系统呢？这个系统它可以发出一种雷射光，里面测战场的环境，它把它传输回来，让这个无人机可以闪避、躲避、导航到命中目标。第三一个，对方中国大陆它的电战能力很强，那你无人机的抗干扰的能力有没有？那短程的可以用 Waveguide。什么叫 Waveguide？我们打那个反坦克飞弹后面拖了一根线，这个线是从操控的人到无人机身上，不接受外面无线电的干扰。所以你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我不晓得我们买来的是什么样的无人机。第二个最大的严重的问题，一次编列这么多钱，有没有试错的空间？什么叫试错？发展有问题了，是不是要修正？第二个阶段修正。对，你一次编那么多，就跟我们的海空号一样啊，他要把七艘的一次编，做不出来怎么办？这个钱还在花，那就叫花冤枉钱。各位啊，还有人在那里唱什么啊？我们无人机机械狗变成护国神山。各位，什么叫护国神山？护国神山有定义的，像台积电，它有人家不会的高科技，它有它的晶片，它有高达90%的市占率。你不跟我买，你就买不到，这才叫护国神山呢。今天做无人机的、做机器人、做机器狗的国家很多啊。到时候你要产生民间的产业，他们这个里面包装的就是什么？把民间的，就像卢秀燕他们在乎的啊，做无人机，包装成一个产业，那就不应该由国防经费来支出哦，你就应该经济部支出啊。我告诉你，各位都不知道，我们常年买军购都有一笔从美国要退回来的钱，叫公合款。你公合款拿去补助经济部去发展嘛，你可能只能制造零件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我可以猜，也可以猜到，打赌也知道，一定是从美国那边引的技转。但美国的无人机是全世界最落后的，那你技转来了，技转还要收我们的钱吗？你要利用台湾便宜的劳工成立无人机工厂，那这工厂应该你出钱，技转是你出钱，这些都不谈。卢秀燕，你只为你那个县市的产业吗？你要拿国防预算来搞这个民航吗？昨天那个机器狗你可以看到了，上面没带武器，踹一脚就起不来啊。所以这些问题就是说，利用大家恐惧的心理、羡慕的心理，编这么大一笔预算，又是像当年一样，什么国家队、育苗国家队、
什么国家队所以这也是在野党造成很多贪腐的这个漏洞对，。所以这也是在野党一直监督的对啊原因，嘛。毛文你讲的没有错啊，你分在编年编嘛，分批编嘛。是，哦，介大使怎么看？对，其实这一次这个李义阳啊，这个没有办法参加这一次的广岛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原爆纪念会啊，这个本来就应该到此为止啊，结果继续延烧，最后这个我想这个一般长期市长也不该做这种，可是他居然说我们根本没有邀他，是他主动请我们邀请他的，对。那所以就是说，那李义阳打法我觉得蛮奇怪的。他说主动邀请哈，我主动征集代表他，也不应该受到不公平的不平等的安排。然后他说没有把他安排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使节团的座位里面。那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使节团的活动非常多，长期可能就是这一次两次啊。东京每天都有使节团的活动。请问一下，那个李义阳，你在东京的时候，你有被列入使节团名单吗？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外交部都有出一本叫使节团名单，这个是蓝皮的，叫 Blue Book，你如果是被承认为使节的，你的名字一定都在上面，从大使、公使、参事、1等秘书、2等秘书全部都在上面，一个都不会掉。我们外交部也有发表。我们每一年也要出这个蓝皮书，那请问一下，你李义阳有没有列名在上面？你有的话，那个长期市长一定会邀你，一定给你做使节团没有？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应该去问外务省为什么不给你放在使节团名单里面？那另外，外务省还有在东京的各个机构都常常办使节团活动，还包括配偶的活动哦。使节团，我们礼宾司常在办这个事啊。使节团春季前往日光这个揽胜，那使节团夫人参加这个日本夫人团参加什么插花活动，天天邀请。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在东京受到日本外务省安排参加使节团的活动？那日本安排各种正式官事活动的时候，他在安排座位的时候，使节团一样都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席。请问你李义阳有没有做过？你如果都没有的话，你去要求人家那个地方政府，他去年有去，去年有去是位置不是很那个他去年位置不是使节团，对，他今年好像就要做使节团。不过我只是说你在东京都没有，你去要求人家地方政府配合，你不是有一点点强人所难？我那个人家长期市长今天就觉得很冤呐。对，我是照规定办事，你抗议什么？对，你要真有问题，你去问外务省。我的名单能不能做使节团名单，也是外务省决定啊。你去拿长期市长开炮是什么意思？他不止抗议，还把人家贴成中共同仁的标签。所以你如果这样子去办交涉的话，我觉得我们跟日本关系只会让人家觉得你根本规矩都没搞清楚。那天中国没有参加。对啊，可是他说什么中国党，中国没有参加。对啊，所以他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说，我们跟日本本来不是说关系友好吗？台日友好，看似好像也跟长期。下次还是派一个会讲日本话的人去，这个代表不会讲日本话，那个对日本文化、对国际法、有关外交领事人员公约，还有一些国际的惯例看起来李义阳是完全不了解。好，看外交官一看就知道些细节这个不及格。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